桑九原本是一个快快乐乐的河蚌公主，因为见识到明夜为了保护人家而战斗的那个身影而倾心。有一次，天欢带着受了重伤昏迷的明夜逃命到了漠河求救，桑九一下就认出了明夜，故而救下这两个人，自己呢则去引开魔族。但怎么也想不到，就在这时候，漠河的净水印神心被明夜给误吞了。是神器净水印漠河将变得污秽不堪，无法生存。霸王便让桑九和明夜联姻，因为明夜吞了定水印以后，肯定是能成神的，可以来庇佑他们漠河，并且需要上清宫明夜的地盘，每10年皆设例子来帮助他们来平复这个水患。桑九同意了，尽管这场婚姻是带着交易性质的，但是他相信100年时间，明夜一定能发现他的好，也愿意因为他去了解他的族人。他没有告诉明夜漠河污染的真相，不想让两人之间有太多交易，也希望明夜能心无亏欠的尽快成神。但是整整100年，明夜根本连正眼都没有瞧过他。明夜不知道漠河的水患是因为他而起，只是因为这场因报恩而挟持的婚姻去讨厌桑九。桑九在上清宫就像是透明人一般的存在，没有人理他，更没有人同他说话。他爱得很绝望，但是他不恨明夜。之后他离开了上清宫，在人间隐居，但又听说神魔大战，明夜被打入了弱水，弱水的伤害性很强，桑九就马不停蹄地赶去相救，他的蚌壳呢都几乎被融化了，终于将明夜救了回来，在人间细心照顾了他7年。可是有一天他外出去采灵药回来，明夜却再也不见了。他在这里等了7天，最后因为漠河10年之期而至，回了漠河。更恐怖的是，整个蚌主宫被上清宫给灭掉了。他们听天欢的命令，以除魔的名义屠了整个蚌族。桑九终于无法承受，他带着残破的定水印杀上了上清宫，终于毁了天欢的灵髓，可是却没有杀死他，因为明夜挡下了他，把他关进了地牢。明夜什么都不知道，他还让桑九给天欢认错。后来狼妖少居前来把桑九救走了，因为桑九曾经在人间的时候救过他。桑九说，可是我也救过其他人，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对我？他决定不再爱明夜了，他现在只想一个又一个的救回他的族人。但是天欢却还是不肯放过他，而且整个蚌族的毁灭其实从头到尾都是阴谋。因为天欢天生的灵髓不纯，他为了拿到神器定水印来净化灵髓，所以就故意带着重伤的明夜逃到漠河，引桑九来救下他俩。没想到定水印的神心却被明夜给误吞了，之后灭了蚌族。他用桑九的命来威胁哥哥桑佑，进入可怕的饭前秘境来换他父亲出来，现在又想用桑佑来引桑九进入饭前秘境。此后整个蚌族的人都死了，就没有人会知道他的秘密。可是这一切呢，终于是被桑九在进入秘境前给偷听到了。他发现原来真的是他害了整个蚌族，他那个时候就不该救那2个人，更不应该爱上明夜。终于曾经活泼爱笑的仙子因恨入魔，他要为他的族人报仇，为父亲报仇，为兄长报仇。可是之前为了救明夜，他舍了自己的灵髓。明夜吞了神心，蚌王原本想杀了他，桑九舍了灵髓换漠河10年水清，求父王饶过明夜，才有了后续的联姻。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修炼了，所以他开始杀人杀妖，到处找神器。就这样一步步再次杀上了上清宫，杀死了天欢父女，最终浑身是血倒在了明夜的怀里。桑九说，明夜，我不爱你了。他是真的不爱他了吗？明夜说，我知道，从前那个满眼是他的蚌公主被他一直无视，后来人间7年，他喜欢上了他，可又能怎么样？明夜这正义的仙呢，只会教导桑九不要入魔。他从未坚定地站在桑九身边，更甚至没有问桑九一句他到底怎么了。最后明夜他想要提前成神，以自己的神髓换掉桑九的魔骨，但是根本来不及了，桑九就那样浑身是血地死在了他的怀里。明夜看着桑九一点点消散，曾经守护苍生的上清战神却没能护住他最重要的人。明夜最后耗尽了修为，在漠河底部沉睡，编造了一个不断轮回的梦境。在梦里，明夜和桑九相遇相爱，最后眼睁睁失去他。